敏哥，就在3月15号的时候，中国杭州跟广州的车主自发性办了一个说什么问题车展。什么叫问题车展？我今天买一台车有什么问题，我开到那里去，我要跟这些车主们来分享，跟大家讲说，有些车子不要买啦，或者是你要注意什么啊？结果这个车展原本想说应该很盛大、很热闹啊，结果竟然出现一件事情，国际的车有很多，国内车没有。心想怎么可能？原来这是车主跟车商在那边互相拉扯的名场面来了。没有看错，就是这些场面上面都是有很多人开着自己的爱车到那边。这个是中国大陆这几年来315假车问题车打假日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活动，今年办到第15届了，包括在杭州跟广州都有人响应。什么叫做问题车打假日呢？就是说你买的车，如果车子有了问题，那你一定会找车商找客服帮你解决嘛。结果这些车商啊，还有或者是这个原厂客服都不帮你处理。好，那你在3月15号那一天就把你的爱车开到了这个杭州或者广州某个地方，大家在把这些问题车的车主聚会。像今年在杭州啊，接到了523件的车子有问题，有221个车主来报名，所以当天呢，他们上午就开始把他自己的爱车问题车要开到这个现场去聚集，然后而且你要把你车子上面碰到了什么问题，你就贴在你的挡风玻璃上哦，比如说这个车子引擎干嘛，这个车子怎么的哦，结果这个事情在今年啊，你要知道我只有4个字形容。丑态百出啊！怎么说呢？首先，315的这个问题车打假日呢，没想到只有 BBA 的车可以进去。观众朋友们或许问我什么是 BBA 的车，就是宾士、BMW 跟欧迪啊，英文字母都开头低的 BBA 啊。那其他中国大陆的一些国产车呢？都没有吗？你看像。奇瑞或者是像什么小米、华为、比亚迪，你看得到吗？没有啊。BMW 看宾士跟什么？其他的没有看到，其他的中国的都没有看到中国的国产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他们早上6、7点开始进场的时候。那些车商啊，早就派了一大堆国产车的车商，派了一大堆黑衣人员，还有他们的这些人啊，直接在这个路口处啊阻挡，来那边围事，甚至凌晨你6点要到，我就4点到，你4点到我就2点到，我在那边直接阻挡你路，在那边守住路口不让你进去，想尽办法就是阻拦你。那你看到一群人围着这些车主啊。平常你要联络这些车商跟这个客服人员，可能都找不到，人家也不爱理不理的不搭理啊。结果没有想到这时候啊，一堆工作人员跟这个车商的这个人员啊，全部都会出现在现场，甚至还有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工作人员为了阻挡车主进驻哦，你看到这是车主他是直接挡车这是车主的第一视角，他在隔着车窗跟车主讲：“你下来，我们好好谈，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跟你讲，我们帮你解决，你给我10分钟，我马上帮你的车子问题处理好，效率之高啊！之前要怎么联络你几天甚至个把月你都不理人家，现在跟我说你给我10分钟，我现在马上帮你处理好。而且有的车商派的人员很恶劣哦，他会把他的脚伸在那个车主开的车的前轮前面，好啊，那你要进去是不是？你就进去啊，就你压过我的脚，你试试看，压过他的脚。”受伤碰瓷，马上报警，警察把他带进这个派出所警察局里面。你看他们怎么这个处理，甚至啊还有车上很恶劣啊，他的工作人员就直接把车主贴在挡风玻璃上的这些问题的这个说明直接撕掉。那也有车商工作人员展现诚意啊，他派的人看到他真的是直接撕掉，真的撕掉啊！我不是来跟大家讲说我的车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吗？我写在上面东西。直接撕掉了，你要让人家知道吗？结果还有工作人员，甚至还算蛮有诚意的，他就直接坐进去他那个车子里面的副驾驶座，然后跟着那个在驾驶座的车主说：“你看到这一幕，先生，我跟你讲，你的车子什么问题没关系，我们现场签一个这个退车协议，我免费让你这个退车，然后你当初缴了车贷或怎么样，我都会帮你处理掉。”反正你不会损失任何1毛钱，你同不同意？同意的话，你现在就不要把车开进去，然后我们当场签协议，在律师的见证下，还带着律师去啊。你看到这一台是华为的车，结果车商不止找工作人员去阻拦，甚至干脆把这个布啊给盖上去了，我就让它消失。你看不到这什么车吗？你要看车牌啊。就不知道什么车，那他都不知道人家会把布掀开，是看是什么车牌的车啊？哇，这一招太狠了！所以呢，不止这样，还有车厂的人员啊，直接派美女在那边露身挡车。你要知道，他们整个活动一整天，尤其是凌晨那个乌漆嘛黑的时候，就要开到现场去。那晚上派一个美女在那边，人家会以为跨有故意啊。
对，小姐你要不要离开一下？他就是大拉拉的挡在前面，走都不走。这是半夜的时候呢，等到了白天，那车主越聚越多，车子问题车也开进来了，还派了其他的这个营销人员，就车展的一些销售人员，包括美女营销人员，他都会上前想办法把车主拉开。对，那也惊动了这个警方的这个执法人员，还有的就谈的差不多了，直接趴在那个车子的引擎盖上面，把笔记型电脑拿出来，笔电，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签一些退车协议。等一下，他在这个引擎上面直接帮你做作业，然后连退车协议，效率很高哎。我第一次看到中国这么阿莎里的。而在这个问题车展的另外一角你还可以看到这一些车商工作人员还在那个高台平台和那个像类似的这个天桥上面直接派一大堆人拿着手机、相机，还有这个直接那边监视。会在那边做什么呢？他要回报车商说，我们车牌的车没看到没有车牌的车，就是叠对叠，要知道自己的国产车有没有被开进去，对，然后有没有车在那边出现问题，被拍到，被媒体、被网络上，所以大家都在那边神经紧绷的，所以我才会说那如果真的有那么多问题，你们为什么当初不帮车主跟客户处理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这一些他们的国产车、问题车太多的这个状况了，以至于只要现在发生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大家这个关注。比如说前天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河北省，它的这个肃宁段有一个地方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上，说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烧成这样？这是一辆连结车大货车，它载着那个上下两排的，全部都是他们的新能源车，就是电动车。对。那据目击者说他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听到中段的上排有几辆的那个电动车，疑似电动车的电池自燃，砰，然后就直接爆炸，火球直接炸开来之后就烧起来了，烧成这个样子。你看自燃可以烧成这样，而且当时大火据说到完全扑灭已经持续了4-5个钟头，因为有目击者就跟警方报案说，是看到那个他自己的电动车的电池自燃所引起的，所以中国大陆当局现在说还在调查失火原因当中，但是里面的安全性呢已经引起大家的这个紧张了，真的是那么不堪一击吗？但讲到安全，就要特别跟大家说之前在广西有一个这个车主他开了一辆这个也是他们的新能源车电动车，结果呢他只是喊了一下说关阅读灯，你看到现在画面，结果没想到连大灯全车的灯全部关了，不是阅读灯吗？他关阅读灯，结果他的语音助理竟然把他全车的灯关了，下一秒你看漆黑的一片，他几乎要撞上那个护栏，所幸这个虽然车子受损，但是人没怎么样。他当时你知道吗？他曾经因为大灯和这个全车灯都被关掉，他就直接喊了2次，快打开灯光，快打开灯光。结果那个车主的那个车子他的语音助理还会回他说暂时不会哦。天哪，我叫你开灯，你还跟我说暂时不会。所以你看到问题车那么多，性能一大堆，难怪车主要办315打假日文姐，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打假日跟这个车商真的太有意思了，但是现在全世界关注这种自驾车的问题，我们都之前介绍过非常多次 ，Waymo 的自驾车真的非常厉害。但是现在看到了马斯克的自驾车，看到了辉达的自驾车这样推出来之后，你看到这几个画面 ，Waymo 难道真的要被比下去了吗？是你看到这个画面，我跟你讲，我开车上马路的勇气都来了，这么三宝都能上，我为什么不能上？你看你看他往前开，对不对？那后面那辆白色，因为跟他有点一样，都是 Waymo， 结果后来那一辆车就往后，所以就变成明明2辆同样都是 Waymo， 但是2个人乔维赫。后面那辆黑色是人开的，人开心想说你两个是在冲杀小朋友，后面那一辆的 Waymo 又上来了，等一下，他被3车夹击，他快疯了，你知道吧？你们这些人前面的一直往后开，后面的一直往前开，他就真的被夹在中间。就后来刚刚另外一辆车走，对不对？停在旁边的那辆车走，现在前面的那辆 Waymo 终于发现，哎呀，其实我把车子往右转就出去啦。我跟你讲，没有，还有更夸张。他们说类似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就显现出他们是不是设计上有一个 bug 在，就是你看到前面那辆车有没有？3辆白色的车全部都是 Waymo， 然后卡在一起，然后有一辆黑色车受不了了，就越过他们往前。结果呢，往前之后，全部的车就卡在那一边。你现在看到那个影片，它就是Waymo 在前面，然后他们车这个是人开的车子，一个男生载了个女生，他们受不了了。后来那个副驾女生就下来跑去跟那个无人驾驶的 Waymo 讲说：“你往前开，你在干什么？来这波狼拍谁？他是无人驾驶，他就跟他讲说：你往前开呀，请你离开。”
威某，请你离开。结果后来他就死不走，死不走。后来那个驾驶崩溃了，他怎么样呢？他用他的亚马逊的语音助理啊，然后就开始喊说啊，这个 Alexa 让那个威某离开。然后他就 Alexa 让威某离开，没有人理他，因为他们这个是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嘛。哎，这个其实很恐怖，你知道吗？他后面是有载客人的，对，他是有乘客的。结果你在那边是警匪枪战哎，那个6、7警匪在枪战，威某还这样开过去，然后呢，因为警察真的是警匪枪战对，而且警察制服了那个歹徒，然后制服了歹徒从车子下来，然后就趴在地上。结果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计程车，那个后面的乘客都快崩溃掉，你在干什么？结果后来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觉得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他没有办法去判别为什么他不应该行进那个地方。你看这个看起来更吓死人，有没有看到？你们看他车头都已经是在那一个所谓的火车的那个识别器下面，你根本不应该靠那么近啊！你怎么会靠那么近？他在这个边缘。也太精准了，他就是那个栅栏下面，不要算那么准，好不好？很危险的。我跟你讲，我之前考过那个驾驶，你这个是扣分，你这至少扣16分。结果为什么无人驾驶就可以不用扣分？你看这车子多可怕！哎，事发时，等一下，他是这样子开的。他是直接水沟盖跑法吗？大家还好跑开来，不然直接会被他追撞，你知道吗？那个你看他整个完全没有办法判读，所以他整个撞上去，那个导致多个车辆受损啊。所以你说这种无人驾驶很方便，我跟你讲方便了，让你直上天堂都有可能，真的实在是太危险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